口吧，不然即便你的脸蛋再漂亮，我也只好把你喂鱼了。其实你为什么盯柳俊并不重要，我想知道的是，关于我奎勒的情报，你们是怎么得到的？你是奎勒人？对，你已经是我的鱼食了，对你，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。说，情报怎么得到的？情报我当然不知道，但我郎君知道。你郎君是何人？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。你把我送回雍州府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卢凌风，公主的儿子，是你男人？哼，那我不是抓到宝贝了吗？公主突然断了与奎勒的联系，也许你可以重新修复奎勒与公主府的关系。公主，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收到了飞鸽传书。欲陪喜君一生，则许奎勒所求。去雍州府，把这个交给卢凌风。记住，只允许他一个人看。是。请。费叔，哎，费叔，喜君呢？我在青龙坊吃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葫芦头，专门给他带回来尝尝。就想着喜君，不想想我老费。只怪长安太绚丽，太让人如痴如醉。我因好声色，常去波斯馆和平康坊，这些地方花费都很高。后来就认识了那个姓于的，他叫于马童。开始只知道他是个商人，出手很大方，经常给我结账。一来二去，花了他不少钱。有一天，这是什么？这都是我为柳司马花钱的账单呢。怎么会这么多？你是要敲诈我？你，他强迫我在那些账单上摁手印，还威胁我，若不帮他们做事，就把那些账单交到御史台。我才知道上了圈套，但已经晚了。你知道他是奎勒人吗？之前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的。知道了还为他们做事啊！你是大唐的官员，柳俊，你都帮奎勒人做过什么？就是把朝廷交给雍州府做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，还有就是这次从李庄处得知你正在查奎勒细作，即将查到贵市消息铺这事，我也跟他说了。你就等着吧，通敌叛国，朝廷会处死你的。都怪我，听到喜君的呼救声，情急之下，把那4个奎勒人都杀了。杀得好！豢养怪鱼，还以活人为食，这种人该杀。听着雨打花树的声音，教孩子们笔墨丹青，等着心上人从宫谢回家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牙酸！哎，济世公，莫要取笑我。喜君想听听您心目中的盛世是什么样的？我呀，我以为盛世易，持久难，
想要永远是盛世，那首先天子必须是个圣明之君，事事拎得清，老百姓不受罪，我老费也就能天天有酒喝了。薛华，你呢？我不知道盛世的模样，但我知道，若迎来盛世，就需要有人保卫我大唐。若敢挑衅，我就揍到他满地找牙。盛世也应该有江湖吧？要有的，要有的。我爱云烟，爱草莽。我眼中的盛世，就是大唐的百姓各有自己的一方天地，各得其所。说得好，不愧是女侠呀！哎，你们两个别装蒜了，也说说自己心中的盛世，好给喜君一点灵感呐。所谓盛世者，文治武功缺一不可，故既要与民休息，亦须封狼居胥，把那些狼子野心之国打得噤若寒蝉，否则边境不宁，一切就无从谈起。所以盛世之长久，取决于飞箭射程之远近。我大唐之盛世，既要诗篇，亦须横刀，一文一武，盛世之道也。说得好，文治武功确实都很重要。武功的事儿我不懂啊，至于文治，我觉得无外乎就两种，一如前汉文景之治，采取无为之术，与民休息。所谓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嘛。再如孝宣之治，汉宣帝事必躬亲，严章立法，百姓虽然过得很舒适，但官吏却战战兢兢。相比之下呀，文景时代，百姓、官吏、天子同乐，明显更好一些。但我想啊，真正的盛世恐怕还没有到来。因为我心中的盛世，它应该比文景和孝宣时更加的清朗、富强、繁荣。哎呀，坏了！他们两个侃侃而谈，说了这么一大堆，这如何在一个球上体现呢？这个，要我说，那供奉馆也不见得都是废物，也许是天子太想当然了，这本就是一件做不到的事儿。喜君之所以与众不同，就是因为他对美好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。咱们说的这些都会成为他的参考，最终体现在他的设计中，对吧？诸位说的我都记住了，确实需要好好构思一下。不过现在想先睡个好觉。哎，好主意！放空头脑，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那设计方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知我者，义兄也。鲜花，看一看，鲜花，各种品种都有啊。挂件儿，把这束。运气好，还剩1件。来，2楼，要不要来一碗4喜馄饨？1碗4种馅，香得很。爹，我不饿。我女儿不饿，饿时再下来吃。何事？给2位送苏珊。苏珊，未曾点过。不用点，凡是来八方客栈住店的客人，我们六合苏珊店都会送上一份免费的苏珊，请2位品尝。送进来吧。哎。
有2种口味，一种红豆，一种樱桃。美娘子吃哪一种？你叫我什么？我看姐姐长得美，就叫了美娘子。长安人都如你这般油嘴滑舌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我情不自禁啊。我吃樱桃的吧。哎。你看什么？情不自禁，情不自禁。你二位慢用，慢用。主人，都说这唐天子住的长安城戒备森严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我们一直拖到今天才进城，就是为了能顺利与苍狼接头。长安里方图拿来我看。大雁塔就在这金昌坊，离着安善坊很近。难怪要我们住在这八方客栈。那我们这就去大雁塔，等那苍狼。急什么？约定的时辰在黄昏。先尝尝这苏珊。味道不错。卢探君，苏县委。哎呀，熊长史，熊长史，您怎么来了？办事不足，办事有余。小点声，他可是你的顶头上司，这不也是破案心切吗？我看他那样，倒是像在给西佐通风报信。这种话可不能乱讲。哼，那2个人若是细作，我卢凌风就不当这个捕贼官了。哎呀，行踪诡异，确有可疑之处。这样，你别着急，我过去看看啊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抬起头来。哎，你是那个供奉馆属令游天彩？正是在下。没想到你竟是亏了细作，有某冤枉啊！我不是细作。苏县委，这12人正在交易。马球决赛之入场券，游天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熊长史，我只是一念之差呀。我虽是个属令，但每个月的俸禄实在有限。再说了，这供奉馆又没什么油水。我虽然有自己的宅子，但这宅子太小了，我想换个大的。我就想搬到兰陵坊以北去。你怎么不搬到皇城去？熊长史，竟想用倒卖入场券掩盖你亏了细作的真实身份。我不是细作呀，熊长史，不信你问他。你是亏了人派来跟他接头的？不是，我家娘子从小仰慕大长公主，可是不得一见，想着马球决赛公主一定会去，故而前番我在酒楼放出话去，说愿以2块金饼求购2张马球决赛的入场券，他就找到了我，并约好今日在此交易。熊长史，速把2人带走，莫惊了真正的细作。我听苏县尉的，带走。熊长史，走，熊长史，走。快点！裴四清，裴四清，你给我求求情啊！裴四清，给我求求情啊！裴四清，裴四清，您别闪了腰，
这姓尤的呀，是鸿胪寺的人，特别是现在这盛世马球尚未设计出来，他身为供奉馆属令，没有天子的旨意，雍州府可不敢随意发落呀。所以呀，就给您送来了。熊千年，你是故意把尤天才送到鸿胪寺来羞臊老夫的吧？老夫我重任在身，先不理你。待到天下马球大赛顺利举办过后，我再找你算账。那尤天才，他身为官员犯了重罪，该送到哪儿你不知道吗？御史台的大门朝哪边开，还要老夫我告诉你吗？那盛世马球，马球的设计方案，陛下已经认可了，由老夫我亲自监制。这种龌龊小人，不许再玷污盛世马球半分。来人，都给我赶出鸿胪寺！是。裴司卿，裴司卿，看在我跟您多年的恩上，您救救我呀，裴司卿！这个地方危险开阔，这里的尺寸枪挺好啊。好，裴司卿，都准备好了，可以裁剪兽皮了吗？啊，老马呀，你可有十足的把握呀？有，我们在布样上已经练习了100遍。好，2张兽皮制作2个马球，一为比赛所用，2为备用。制作过程中可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啊！您放心，裴冕在此，拜托诸位了。请裴司卿放心。怎么样？那个个子矮些的，虽穿了男装，但应是个女子。我也看出来了。我跟着他们到了八方客栈。八方客栈，我记着卢凌风不是让老费派那个……对，樱桃，这2人确实很可疑，交给你了。现在看似没有线索，实则千头万绪。我先走了。来。好。对了，那女子虽像主人，但以前应该也是受过苦的。何以见得？那女子的左耳上全是伤疤，应该是以前不听话，被人用刀割的。用刀割耳朵，也太残忍了吧！今天真是太险了，主任，长安莫测，还是尽早离开吧。离开？任务没有完成，有何脸面回奎勒草原？再说了，可还会饶过我们吗？按之前的约定，大雁塔接头失败，则……这2位怎么知道我这儿还有情报？大胆孙资！你竟然对卢参军刻意隐瞒，如此，公谢会定你的罪的。并非刻意隐瞒。我只想买天王面具，可有？东方持国天王，南方增长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多闻天王。你要哪个？哎呦，这面具做得真好！你这一日能卖几个呀？那就说不好了，有时一天能卖上7、8个，有时啊3天才开张。就好比今天吧，你是我店里的第1个客人，让我开个张吧，只要买5个面具，我怎么报答你都行。比方说，带我回去。近日到你这儿来买面具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有没有比较特别的，比如有6根手指的？有啊，就在前2天，他身形魁梧，声若洪钟，一下子买了我4个面具呢。他长什么样啊？那就不知道了。他来时就戴着面具。他既戴着面具，为何又买你的面具呢？他的那个破旧吧，一看就不是个长安货。他买了我4个面具，留下了那个旧的，折了我半个面具的钱，也是个抠门的主。那旧面具可在？在啊。
就这个，算是东方持国天王的吧。但这种样子，兴许是100年前的，且不知来自哪里的穷乡僻壤。你确定戴着面具之人是个六指儿？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请店主转过头去。好。换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瞧你这身板儿，应是个雄武的郎君，不如带我回去。我的身子啊，还没被6根手指的人摸过呢。要不这样，我用一个新面具的钱买你这个旧面具，如何？苏县尉，您这一路上怎么闷闷不乐的？我总觉得漏掉了一个地方，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。苏县尉，你们仨怎么没跟着卢参军啊？谢佐约的不是安静的地方吗？所以卢参军说不用那么多人，怕打草惊蛇。哦，方才我们仨还嘀咕了，卢参军会不会是选错地方了？对呀，若论安静，再怎么也不可能是大慈恩寺啊。那应该在哪儿？长安夜里最安静的，莫过于乐游原和曲江啊。曲江没有寺庙，乐游原上有个乐游庙。我刚才说漏掉的地方就是这儿。快，跟我走，去乐游原。供的汉家皇帝，却有4大天王护卫，这庙还真是有点奇怪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才这么荒凉。穆元仓，沃野平，风拂真毛，献豺狼。你就是苍狼，不然呢？你干什么？我知苍狼不但会武，还身手不凡。那当然，要比一比吗？不必了，你这一出刀，便可见一二。信，封在里面。你的任务上面当写得清楚。你们是从门进来的，那就原路返回吧。你们是从门进来的，那就原路返回吧。不对，怎么了，主任？
方才他最后一句话分明就是画蛇添足。还有，头上戴个狼头就是苍狼。我亏乐细作，怎会如此滑稽？我们中计了！就这么个玩意儿，也值3块银锭。站住！攻陷长安，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，跟我回雍州府。哼，女捕手，不是捕手，是暗探。明的我都不怕，何况是暗的？这个女子是暗探，我们合力击杀她。樱桃女侠，樱桃女侠，来的正好，这女子交给你们，生擒她。好。人呢？铁王，事儿我给你办了，给钱吧。后边有追兵，各自安好。站住！我说，这位女侠，我大唐欢迎来自远方的客人，只要你如实交代来意，万年县尉苏明一定保全你的性命。傀儡勇士，只能死，不可降！拦住他！不用去大雁塔设伏了，我直接盯着他就行了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什么受了苦，这叫毁面割耳。这恰恰证明，他是傀儡贵族。傀儡贵族？割耳是他们失去至亲之后的丧葬之俗。晚辈女子哭败之时，必须要见血。往上数几代，那都是得用利刃割面的。后来才改为割耳，这是礼俗啊，也太吓人了吧！哎，啊，对了，装密信的长枝筒被一个戴着天王面具的人拿走了，只可惜没追上。提到面具，这也是一条线索。这样，咱们再去一趟鬼市。去那儿干嘛？你还记得丰泰丰老神仙吗？啊，记得，就是参天楼案帮了我们大忙的那位老人家。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啊！他见多识广，我有事要请教他。
声威恰如风令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万年县尉苏明见过风令，知道你又当官了。你显摆什么呀？我见过风令，都是老朋友了，不必客套，赶快坐。天子真是知人善用，不到半年，风令就把这鬼市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各类案件都少了许多。其实啊，我什么都没做。这地方之所以叫鬼市呢，因为它跟长安有不同的运行之法，在鬼市讨生活的人，也该让他们有生存下去的方法。只要他们不太出格，我是绝不干涉。无为而治，佩服，佩服。风令，您会盖参天楼，会制作飞行木鸟，这怎么又绣上花了？哎，闲来无事，我才学的。嘿，有趣，有趣啊！樱桃，你看，神仙就是神仙，只干自己觉得有趣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东西您给看看。这不是长安的玩意儿。没错，只是我拿不准这面具到底出自何地。不是寻州便是南州，出不了这两个地方。哦，再具体的，我说不准了。不过无妨，你给我半月时间，我找些书卷对照一下，一定给你确定下来。哎，龙凌风，兄长使。陆兄，恭喜恭喜呀！喜从何来？你还不知道？哦，天下马球大赛即将使用的盛世马球，采用了裴小姐的设计方案，